下大雪了，想给我奶炖只大鹅，但是活的我抓不着，死的我买不着。也就是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之中，我和大鹅都没有准备好双向奔赴。我说奶呀，不行，你考虑考虑错峰吃鹅吧。但我奶说了，下大雪的仪式感必须得有。咱奶的仪式感非常简单的，就大肘子和大包子。所以我今天包了个肘子馅的大包子。下雪我弟也很兴奋，我俩去买菜的时候，他们在雪地里跑得比大鹅还欢实，我都怕他让人抓走了。我给烤了一锅半老包，他说我今天必须给你吃出个新吃法来。我天呐，菠萝包里搁上肘子肉，再来一口大蒜瓣，那叫一个前账看了会流泪，不懵不是广东人呢。我奶今天还点了排油条、肉段烧茄子，还有这个撒烧烤料炒的肥牛。我说奶呀，这下雪你不能出去溜达去，你不消化呀。我奶说我今天教你一个道理，叫下雪天吃冰糕。我图的就是这个劲儿。这雪天做完饭也不想收拾了，往常还得擦擦油烟机和灶台啥的，多累呀。咱就直接微信小程序找京东服务家，人有专业的工程师上门，去油除垢、消毒杀菌，还能延长使用寿命。现在点链接，双薪上京东服务家，每晚8点还能抢券，11块钱就能洗一台油烟机，手速慢，活动价才139。咱说早知道这么合适，我原来都多余自己收拾。来吧，提上箱的青丝儿、波包、肘包、酒蛋、煎饺、排羊、烤牛、虾豆、段茄、藕盒、蚝生。上我奶奶，我俩也没啥心思吃啊。我说奶，你慢慢吃吧，下雪路也滑，我俩先回去了。我操！我最近特别想吃麻辣火锅，然后平时我还爱看炒火锅底料的视频，那大锅下料感觉特别爽，所以我买了400斤调料和800斤牛肥油。我打算用前2天买的那个1.4米大铁锅在家做一次试试，看看是不是也这么过瘾。但是炒料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做，这里边处理干辣椒是最痛苦的，因为它实在太呛了。我当时咳嗽的肺子都要出来了，就感觉咳一下全身都在共振。真的，就处理辣椒的那天里啊，我们家楼道的声控灯我们给磕成常亮的了。所以后来熬牛油的时候，我们就拿到院里去熬去了。零下20多度的天，熬这玩意儿差点没给手指头冻掉了。但是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就这准备工作多到根本就干不完。就是每当我觉得下一秒可以炒料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还有事儿是没准备好的。等我们准备好所有东西的时候，已经是第4天早上了。就这么折腾完之后，我深刻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我发现有些钱呢，他就活该让别人挣去。后来就到了我最愿意看的化牛油的环节了，但这玩意儿不快进根本就看不了，因为它真的巨慢，所以化油的时候没啥意思，我们就下楼打雪仗去了。但是打的太激烈了，再加上这几天在外面冻的时间有点长，回家这顿打喷嚏啊，我估计肯定是嘚瑟感冒了。完了，我们赶紧喝了点999感冒灵，这喝完算是暖和多了，要不这大冷天真是扛不住啊。但是后来炸料油的时候，我发现水汽特别大，要是这么炒料就很容易糊底，所以我们又把这大锅给搬屋去了。我当时想的是，我宁可在屋里炒呛死，也不能让这锅料有一点糊的风险，因为我是不太接受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这个事儿的。要是现在跟我说让我忘掉前3天遭的罪，重新做选择的话，那还不如直接让我死去呢。不过后来炒料的时候还是挺爽的，尤其是一样一样往里下东西的时候，看着可太解压了。但炒起来也非常累，这一锅炒了4个半小时，就一直在不停的搅，都给我干虚脱了。不过有机会能这么炒一次火锅底料，其实还挺有成就感的。虽然这活我们整整干了5天，然后做好了就都打包给身边朋友分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觉得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底料比我在火锅店吃的还香。尤其是这大冷天能在家吃上一顿冒着热气的麻辣火锅，这也太舒服了。但是这么折腾完一次之后，这房子也算彻底腌出味了。我估计这味儿要想完全散尽啊，最少也得3年。我最近爱上了用铁锅炒菜，但是查了一下手打不粘锅的价格，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还不舍得，所以在综合考虑了一番之后，我买了2块铁板，决定自己在家砸一个。然后研究了好多纪录片，看起来不太难，但是干上之后发现全是知识盲区，光点火就研究了小半天，好在晚上连线了一个铁匠，老师操着一口非常标准的山谱给我们梳理了一下目前工具、模具、手法的问题。就他讲完之后，我们变得非常有信心，所以连夜又换个地方开始搭炉子。这一天忙活了20个小时，锅一下没砸上，光他妈搬就完了。
然后按纪录片里讲，铁板要烧到2000度左右才可以去杂质和定型，这就是所谓的趁热打铁。这温度别说炼铁了，炼我都够了。但是我们没买到砸锅专用的铁枕子，就只能用废轮毂简单充当一下锅型的模具。所以砸了1天之后，这锅看着跟刚出土似的。然后又联系了一下老师，但老师说现有条件也就只能这样了，剩下的只能靠冷锻了。他说完之后，我彻底破防了，因为冷锻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解释，就是拿个小锤生砸。然后砸了1宿之后，简单抛了个光，这回看着顺眼多了。接下来就是著名的36000锤了。完，我们寻思先找个地方蹭会空调，没想到变成了大型社死现场。认识我们的跟看猴似的，苦苦照相；不认识还以为我们要砸店呢。然后在那干坐着，实在太尴尬了，就随手买了几个冰激凌，结果发现意外的好吃。本来挺 emo 的，吃完马上来电了，甚至觉得抡大锤都有劲儿了。然后回砸鱼鳞纹的时候，从天亮砸到天黑，砸完感觉胳膊都没知觉了，但是就是手艺太差了，这纹路不太像鱼鳞，都有点像狗啃的。然后连夜开了个锅，又火速煎了个鸡蛋。这个锅在经历了将近10万次的捶打之后，终于不负众望的变成了一个嘎嘎粘的大粘锅，我吐了我。后来发现是开锅的问题，就耐下心来又重新开了一遍，然后没放油，打了个鸡蛋试试。这回它终于变成了一个超级不粘的不粘锅。忙活了3天3夜，一共没睡上10个小时，这锅现在比我命都金贵。然后做了一碗富含铁离子的茄卤凉面，还买了几个好吃的冰激凌。这个夏天呢，有这3样我可太满足了。那么至此呢，人生3大苦啊，我们已经有幸体验到其中2样了。如果有一天我的 IP 定位变成了江浙一带，那大伙就消停在家等视频吧。趁现在还能喘气儿，我一定找机会体验一下撑船的乐趣。我最近发现哈尔滨也太能整活了，就现在你们看着的每一样东西单拿出来都足够我们本地人见证一辈子了。那既然尔滨你要这么搞的话，就别怪我也不老实了。我打算从今天晚上开始，在家做出1500根糖葫芦，拿到大街上去给游客们发去。时间呢，预计是1月7号下午，然后地点应该是一个路线。如果做的顺利的话，我们应该是下午2点半到3点半在音乐广场的大雪那儿，然后5点到6点在房建塔和张大街那儿，晚上7点到8点在索菲亚大教堂那儿。然后我到那天争取搞一个小推车出去，这样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线全程推着小车给大家发糖葫芦。所有来玩的小金豆们，你们一定记住了，只要你在7号那天在大街上看着我，就记得来找我领一根属于你们自己的冰糖葫芦。然后本地的朋友们想来玩的话，咱们还是以物换物，但是大家尽量带一些南方游客们能用得到的东西来换，这样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过程里边把大家的热情都继续传递下去。后面如果有什么最新消息，我会及时发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里边的，你们一定注意再看一下啊！我现在就得准备去备货去了，我的妈，太燃了！我在这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这么燃过呀！咱们到时候见啊，朋友们。我最近突然爱上了费列罗，但是这一小盒在超市就卖7、8十，吃个2、3盒就有点爱不动了。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它的构造和配料表，看着也不太难，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满这一罐，在家实现费列罗自由。不过通往自由的路上总是充满了崎岖，这第一步扒针呢就给我们难住了。我们试了很多办法，用车压、用砖头砸都没什么效率，后来给我们逼的都快用牙刻了，折腾了10来个小时才把这30多斤针子都扒完。这个过程实在太让人绝望了，夯干了1宿啊！等天亮我一抬头，发现我弟那俩腮帮子都不一边大了。然后有了这些针的人，就可以把老演员请出来做真的巧克力酱了。我一直觉着费列罗有点太甜了，所以就想多抹点真的酱放里，结果一磨就是7个小时，给石磨的磨盘都磨包浆了。接下来就要做非常变态的第3层，它需要4个步骤才能做出这1个小半球，但我们需要1000来个球。然后买不着大小合适的圆形模具，我们找了一圈，把家里水管嘎了。等干完这一道流水线之后，我们真是有点心突突了。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我现在罐能不能装满就随缘吧。真的，我从未如此渴望我活着。后来寻思先吃点东西缓一缓吧，正好我最近挖到一款韩式自由火锅，这一大箱才花了1块钱，而且配料贼多，这波纹面配上韩式汤底，味儿也特别正。现在拼多多有美食体验专场，每人现抢一份8盒必品阁的自由火锅，多种口味让大家尝购。试吃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链接在这还能抢，你们也赶紧去看看吧。然后吃完饭之后，就把现在有的3层都组到一起了。最外面那层除了要用到榛子碎，还会用到巧克力和椰子油，恰好这2样罪我都遭过。这一把干苦的巧克力，还有这一碗点椰子油，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果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呀。
完了，果最外层的时候，我去偷点懒儿，就买了好多药丸盒当模具。但是脱模之后，发现给巧克力做成大力丸了。后来到底还一个一个手动干，再拿到外面冷藏一下，这自制费列罗就算完成了。掰开一个看了看，这个流心状态还是挺好的。然后对比了一下，在外观来讲，我们做的和原版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口味和口感是非常相近的，甚至我认为自己在家做的还会更香一点，成本也省了好多。自己在家做合到最后是1.2块一个，但前提是得能熬5天大夜。不过唯一的不同是，吃我们自己做这个巧克力需要有一个门槛，就是得会漱刺儿，因为吃的时候总能听着嘎嘣一声。后来发现吐出来了少许榛子壳。微霞5毛出。头2天给考研的孩子整了一顿，那天正好是考研前一天晚上，我寻这得吃点好的，也不光是为了加油，主要我怕他们考完了没心思吃了，给他们做了个酱料肉丝饼，还有个新加坡辣螃蟹。既然这盒没扔，你们买认准这包装就行。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真假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在新加坡吃的味儿是一样的。完，我寻思这晚上不得干通宵啊，做了个草莓冰点提神。完，他们说哥你别整那没用的，那玩意儿提神这一块，咱说心里话，提神这玩意儿啥玩意儿有肘子提神呢？咱说。完，有个南方同学说没吃过杀猪菜，我寻思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给炖了满满一大锅呀，这底下还藏俩鼓棒呢。然后他们说想吃个前账菜，我炖了个牛腩腐猪煲。我天天说前账，给我现账整贼紧张。好家伙，连夜在家熬了一锅皮冻，家里火都没关就给我送来了。我说咱哥俩关系慢慢处呗，你这整还挺玻璃心。最后给他们做了个蒜苔羊排和咸蛋黄茄子，然后他们拿到寝室稍微有点凉，就上宿管阿姨那屋热了一下。据说那香味在阿姨那屋久久不能散去，整的人2点多还没睡着觉呢，起来泡碗方便面。然后有同学元旦不回家，我给他们带了不少自嗨锅，正好最近拼多多6周年活动，花1块钱就能秒整箱9盒自嗨锅。这毛血旺自热火锅贼入味，还有梅肉饭和山牛煲饭都嘎嘎香。你们直接点我评论区链接抢就完事儿了。但我嘱咐他们千万别拿这玩意儿上学校食堂吃去啊！江湖上盛传一句话，叫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呐。来吧，香香的牛竹、老肘、胀冻、猪菜、辣蟹、青饼、梅冰、台牌、黄茄、蒜骨。行了，这就跟我弟打包往学校去了。今天来的是中医药大学，我跟这几个同学约定了一下，我说如果考研成功了，等开学一定给我整2天膏药，但如果吃了我的饭考研失败了，我只能把我弟拿出来给你们练练针灸了。